与中国打仗变成皮卡游戏，美国将军承认陷入困境，还能破局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过去我们曾多次讲过，为了应对中国军力的强劲增长，美国政府推出了印太综合威慑战略，也就是想通过一整套威慑手段来阻止中国通过武力的方式完成两岸的统一。但是这里需要一个前提，美国军队要做好应对台海冲突的准备。不过，美国防务1号网站最近发表的塞斯·克罗普西的文章称，美军没有为一场重大战争做好准备，不但缺少必胜的信念，还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而且这种自大已经渗透到拜登政府的战略思想中。如果美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与中国打仗，它就会变成一场皮卡战争游戏。所谓的皮卡战争游戏，原本指的是利比亚内战时，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反政府武装，都装备了大量配备武器的皮卡车。而在这里呢，指的是美军需要在缺少先进武器和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使用简陋的作战工具，与对手展开敌对行动。那么，美国军事媒体的资深作者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军所拥有的传统作战技术和经济优势，面对中国的新军事科技已经不管用了，而美国军队呢又不愿意做出转变。首先，美国国防部无法推动美军的结构改革。美国现任的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是一位极其强势、政治上又很精明的人。他计划退役多艘无法承担大国战争的美国战舰，这里面就包括一艘2020年才刚刚服役的平海战斗舰。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国会对此呢都表示反对。国会议员和海军陆战队的高层联合提出建议，希望在海军舰队中仍然保留老旧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以及2艘远征海上基地、数艘平海战斗舰和2栖战舰。部分国会议员甚至还想把2栖作战军舰的下限设定为31艘。而希克斯的论点是，美国海军必须现代化，因此需要尽快的削减老旧军舰，以便能够在本10年的后期腾出资源用于发展和扩张海军。残酷的现实是，美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年交付给海军的舰艇，与应对中美冲突的准备工作无关。从拜登政府新发布的国防战略中就可以看出来，美军当前的几个优先事项是：保卫国土、实施战略核威慑、阻止大规模常规战争的爆发。保卫国土指的是保卫美国和盟国关键的基础设施，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实施战略核威慑指的是美国通过核威慑力量避免对手动用核武器。第三是阻止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需要美国军队保持强大的常规作战能力。美国媒体认为，拜登政府所说的综合威慑，从本上看就是对常规战争威胁的淡化，也就是通过否认存在危机，或者是通过弹性的威慑方案，避免谈及战争的应对之策。弹性威慑意味着，即使在战时，美国政府也会优先选择非军事手段，而不是面对大国战争。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战略主要是靠恐吓，而不是考虑如何打赢战争。美国政府在导弹防御评估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鉴于美国所面临的多重威胁，美方完全有可能使用核武器来阻止对手发起的重大战争。而这也意味着，如果未来10年内不会发生一场重大战争，美国面临的国防战略和部队结构调整问题就会被忽视，美军有理由原地踏步，或者说美国人会认为自己有时间准备，而不必快速提升军事实力或者准备大国战争。总体来看，美国的军事战略和推动改革的困境显示，拜登政府正在通过悄悄地削减美国的短期军事力量，并偷偷地采取长期投资和所谓更明智的国防政策。而美国国会
和海军陆战队则只关注眼前的威胁，并阻止美军在10年后获得军事技术优势的努力。双方的内耗让美国无法做好对付解放军的准备。用美国专家的话说，因为美国军队没有做好准备，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发生战争就会非常被动，变成皮卡战争游戏。而使用皮卡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美国军队。一个国家以自己的军队征讨，而不是帮助其军队变得更加强大，这就是美军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对此，我们只需要淡定看戏就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